2204，由印度新晋动作巨星拉克什拉尔瓦尼主演的最新动作爽片《杀戮列车》终于在网线上映。电影上映首月就以8.0的高分，在全球16个国家拿下了1.5亿的票房。花姐第一时间就搞到了资源，今天就让我们抽几分钟研究一下，印度的火车到底坐了多少人，能连续砍2个多小时。老规矩，资源和解说同步更新。故事要从一次逃婚说起。男主拉希是印度眼镜蛇特种部队的一位在役特种兵。这天中午，拉希接到女友小美的电话，小美的父亲竟然想要将小美嫁给黑帮大佬温温威尔土乌本乌萨斯的儿子。为了和拉希在一起，小美决定和拉希私奔。两人约定在前往德里的火车上碰头。接到小美的短信，拉希急忙和休假的队友卡尔赶到了火车站。在火车的卫生间里，拉希终于见到了小美。他迫不及待拿出戒指向小美求婚，看着帅气的拉希，小美十分开心。可两人不知道，他们登上的却是一列死亡班车。确认乘客全部到齐，司机开动了火车。这是一列长途直达列车，中途不会停靠任何站点。第二天6点就可以抵达新德里。然而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火车刚上路没多久，几个乘客却突然从包包里拿出了屏蔽器，仪器被启动的瞬间，所有的通讯设备就被强行切断。看着失去信号的手机，乘客们也没有在意，以为是火车进入了无信号区。可就在乘客们准备休息的时候，几个乘客突然关闭了各节车厢的通道口。不等乘客们反应过来，车厢里就突然窜出几个歹徒。歹徒们手持利刃，威胁乘客交出所有的财物。原来这列火车被一个抢劫团伙盯上了，劫匪们在车厢里到处搜刮。人群中，一个名叫马德的劫匪看到了眉清目秀的小美，看着漂亮的小美，马德动起了歪心思。一旁的父亲还想用亲家是黑帮大佬的身份威胁马德。谁知父亲的警告反而惹怒了马德。就在小美要被辣手摧花的时候，拉希和朋友赶到了车厢，看到劫匪正在对小美动手动脚，拉希急忙冲了上去。他一招乌鸦坐飞机，再接一招老汉推车，几个歹徒当场就被踹飞。见有人想多管闲事，马德拎起砍刀就冲了上去，可他刚转身就被拉希一脚踹飞。看着被轻松干掉的手下，马德才反应过来遇到硬茬。趁着拉希和手下厮打，马德匆忙离开了车厢。看着落荒而逃的劫匪，拉希和卡尔也没有追赶。就在拉希准备带着小美一家撤退的时候，小美却发现妹妹小雅不见了。原来刚才打劫的时候，小雅去了卫生间。一想起刚才的劫匪，小美不由得有些担心。拉希让小美不要着急，他会想办法找到小雅的。为了确保安全，拉希带着乘客们去了最后一节车厢，只要劫匪不过来，他们就是安全的。可就在马德和朋友到处寻找小雅的时候，车厢里却突然涌过来大量劫匪。原来是不服气的马德回去叫人了。双方在狭小的车厢里大打出手。虽然马德有10几个人，但拉希和卡尔也不是吃素的，两人相互配合。冲上来的小卡拉米瞬间就被打飞。看着凶残的拉希，马德挟持了一个孩子。为了不让人质受伤，拉希只好停手。可谁知马德竟然不讲武德，他趁着拉希停手的空隙，竟然开枪偷袭。看到卡尔受伤，拉希急忙拉下了肛门。可另一节车厢的马德却不打算放过拉希，他拎着砍刀，带着小弟们又杀了过来。为了保护乘客们，拉希只能边打边退。可受伤的卡尔还是被马德劫走。等拉希反应过来，过道的肛门已经被锁上。从一个受伤的劫匪口中，他才得知车上一共有40多个劫匪，大部分都集中在最前面的富人区车厢。看样子想要救人是不可能了。而与此同时，退回前面车厢的马德越想越气。按照计划，他们要在前面的匝道下车，可火车上出了一个拉希，这让马德感觉十分不爽。为了干掉拉希，马德联系了在闸口等待的同伙。得知计划出了问题，老大白叔第一时间就登上了火车。看到自己的好兄弟竟然被杀死了，白叔一怒之下怒了一下，他当即决定要去找拉希报仇。而这边，拉希将受伤的劫匪绑在了门口，他要去前方的车厢解救卡尔。离开前，拉希留给小美一把匕首用来防身。为了保证后排乘客们的安全，拉希还让小美的父亲锁上了过道的闸门。确定没有问题，拉希小心翼翼向着前面的车厢走去。可他没有注意到，劫匪们就躲在卧铺的窗帘后，一个劫匪还想从背后偷袭。可劫匪出来一看，却发现拉希不见了。就在劫匪奇怪的时候，拉希突然出现。
经过2分半的厮杀，过道上的小卡拉米被全部干掉。然而就在拉希准备收尾的时候，一个大块头突然从背后偷袭，大块头一招乌鸦坐飞机，拉希就被锤飞。不等他还手，大块头又冲了上来，几拳下去，拉希被打倒。大块头拿出铁链，将拉希拖到了白叔的车厢。看到杀死儿子的仇人，白叔上去就是一套连招。可就在他打得开心时，之前被绑过来的卡尔突然挣脱了束缚，卡尔一脚踹开身旁的小卡拉米，紧接着一招锁喉，趁着卡尔反击，地上的拉希也站了起来。在2人的联手下，车厢里的小卡拉米们都被打倒。可就在2人要汇合的时候，刚才的大块头又冲了进来，大块头一个大逼兜，卡尔就被拍翻。一旁的乘客还想帮忙，结果反而被来了一刀。白叔趁机从背后偷袭，砍伤了卡尔。拉希还想帮忙，结果也被大块头撞晕。而与此同时，马德从车顶来到了小美所在的车厢，看着漂亮的小美，马德的嘴角微微扬起。一旁的老父亲想要帮忙，结果被另一个手下缠住。慌乱中，小美打开肛门，逃到了前面的车厢。可刚过来，他就看到拉希正在被歹徒们暴打，紧随其后的马德也追了上去。看着被堵在通道口的小美，马德上去就是一刀。看着被推出车厢的小美，拉希彻底怒了，他反手拧断了一个劫匪的脑袋，紧接着又一拳打翻了一个小卡拉米，最后他夺过劫匪手中的匕首，对着冲过来的小卡拉米们就是疯狂抽插。看着疯狂的拉希，车厢里的劫匪们都被吓傻了，劫匪们向后退去，谁也不敢和拉希交手。干掉车厢里的劫匪，拉希拎着灭火器来到了前面的车厢，看着大杀四方的拉希，白叔彻底慌了。劫匪内部也分成了2派，白叔想带着手下撤，可马德却不想走。劫匪们都怪马德杀死了小美，大家只是来求财的，如果不是马德乱来，根本就不会损失这么多人。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刚才的大块头冲了出来，大块头的好兄弟被拉希干掉了，他要给好兄弟报仇。眼看现场情况越来越乱，白叔不想帮派发生分裂，而且马德杀死的女人不是普通人，小美的未婚夫是德里一个黑帮大佬的儿子。如果让那个大佬知道是他们干掉了小美，那大家将会被黑帮永无止境的追杀。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干掉小美一家，就算黑老大发现，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听到白叔的话，余下的劫匪们也不再犹豫，他们拽着几个人质开始挨个车厢寻找拉希。可刚打开过道的肛门，劫匪们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之前被拉希干掉的劫匪都被挂在过道上，恐怖的一幕让劫匪们的内心再次开始动摇起来。然而就在劫匪们进入车厢的时候，拉希却出现在了众人身后。原来他刚才去了车顶，从车顶翻窗来到了前面的车厢。拉希从背后偷袭，瞬间干掉了3个小卡拉米。可就在他要继续深入的时候，刚才的大块头再次出现。长时间的厮杀让拉希也有些吃不消，他被大块头打倒。还好就在这时，2个女乘客伸出了援手，他们用小锤猛敲大块头的脑袋。而正在车厢里寻找拉希的白叔等人还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劫匪们来到了一个漆黑的车厢，藏在角落中的拉希利用黑暗展开了猎杀，3个小卡拉米瞬间就被拉希干掉。反应过来的白叔挟持了一个人质，看到这一幕，拉希只好先暂时撤退。而与此同时，马德也再一次选择了绕后，他带着手下来到了最后一节车厢，想要干掉小美一家。可谁知道卡尔也在这里，虽然卡尔伤得严重，但战斗力也不是盖的，他硬是干掉了2个劫匪。可卡尔最后还是被马德偷袭，最终惨死在了车厢里。而与此同时，白叔和幸存的劫匪们也来到了这节车厢。就在劫匪们要动手的时候，拉希再次从背后出现，他利索地干掉了前面的小卡拉米，紧接着就冲向了白叔。拉希先是一刀捅向了白叔的肚子，紧接着又从裤兜里拿出之前找到的煤油，他将煤油塞进白叔的嘴巴，然后掏出了打火机。蹬腿2下半，倒霉的白叔被烧成了3分熟。
看着恐怖的拉希，余下的劫匪们彻底没了抵抗的勇气。3个劫匪打开车门，想要逃离火车，可他们刚跳下去就撞到了电柱，当场变成了肉泥。又是一番厮杀，40几个劫匪已经被拉希全部干掉。此刻车厢里也仅剩马德和拉希2人。看着气势汹汹的拉希，马德彻底慌了，他想要求饶，可拉希怎么可能放过他？拉希冲上去就是80块，马德只能仓皇应对。因为之前的厮杀，拉希有些续不上力，这给了马德机会，他趁机扎伤了拉希。原本马德是可以直接干掉拉希的，可谁知这家伙竟然还嘚瑟，他竟然嘲讽起了小美。马德的嘲讽让拉希心中的怒火再次升腾起来，他用尽全力砸出一锤。蹬腿2下半，嘚瑟的马德被拉希锤成了肉饼。故事的最后，接到报警的警方赶到了车站，可火车上的劫匪早已经被拉希全部干掉。以上就是2024印度最新动作爽片《杀戮列车》的全部内容。总体来看，电影的质量还不错，基本从开局杀到结尾，动作戏非常到位。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